美國阿拉斯加空軍基地，紅地毯已經鋪好，鎂光燈瘋狂閃爍。俄羅斯總統普京邁着他標誌性的步伐走下舷梯，而在跑道的盡頭是美國總統特朗普。就在这两位當今世界上最具話題性的領袖即將握手，全世界的媒體都屏住呼吸的瞬間，天空中突然掠過一道巨大的黑影。B-2幽靈轟炸機就在這個極其敏感、極其微妙的歷史性時刻，以一種近乎傲慢的姿態完成了他的搶戲。這或許是外交史上最赤裸裸的一次肌肉展示。然而能嚇壞普京的隱形轟炸機為什麼會被幾滴雨水折斷翅膀？它能攜帶13噸鑽地彈敲開地下堡壘，卻又為什麼會在無聊的時候在沙漠裡畫出一個笑臉？這架頂級轟炸機究竟是美軍的最後底牌，還是人類航空史上的吞金巨獸？今天火力軍就跟大家好好聊聊美軍戰略轟炸的王牌 B-2隱形轟炸機。在次 GDAM 制导炸彈的測試任務中，因為 B-2的投彈精度實在太高，原本預定的靶標早早就被炸成了一堆廢鐵。可飛機肚子裡的炸彈還沒扔完，怎麼辦？要是換了別的飛機，可能也就返航了，但這可是 B-2，是這群每天在天上憋得慌的飞行員。於是他們向指揮部提出了一個奇怪的請求，能不能讓我們炸個圖案出來？得到批准後，這架造價24億美元的戰爭機器化身成了世界上最貴的打印機，利用 GPS 制導，在沙漠的大地上硬生生用2000磅级的重型航彈炸出了一個巨大的笑臉。一邊是令大國領袖都要忌憚3分的戰略威懾，一邊是因為精度溢出無聊到在沙漠裡繡花。這就是 B-2轟炸機，一個充滿了矛盾，用金錢堆砌卻又脆弱的像個瓷娃娃的空中幽靈。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 B-2轟炸機，那除了強，剩下的絕對是貴。貴到什麼程度？當年的美國國會在看到 B-2的賬單時，估計連速效救心丸都不夠用了。根據美國軍方給出的最終結算，每架 B-2轟炸機的造價高達24億美元。這是個什麼概念？如果按照重量來計算，這架飛機的空重約為71噸。如果你用同等重量的純黃金堆出一架1:1的飛機模型，那它的價格甚至只有這架 B-2轟炸機的1/3。換句話說，這根本不是在飛飞機，這就是一座金山在天上飛。飛行員的那一腳油門下去，燒掉的不是航空煤油，而是綠油油的美金。而且這個吞金獸不僅僅是買着貴，用着更貴，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要鬧脾氣。為了保護飛機表面的隱身塗層， B-2必須住在恆溫恆濕的特制機庫裡，空調得24小時開着，溫度高了不行，濕度大了不行，甚至連紫外線太強了也不行。每在天上飛行1個小時，地勤人員就要在地面上維護整整50到60個小時，甚至有誇張的數據聲稱，這個比例達到了1:119。當美國的超级碗開幕， B-2飛過去助興的時候，在觀眾眼裡那是帥氣的隱身轟炸機，但在懂行的地勤眼裡，那簡直就是看着幾十萬美金在天上撒錢。可就是這麼一個用黃金堆出來、用空調房養着的高科技神話，最終並沒有倒在蘇聯人的薩姆導彈下，也沒有倒在米格戰機的機炮下，而是倒在了极低不起眼的水珠手裡。把時間拨回到2008年2月23日，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，一架代號堪薩斯幽靈的 B-2轟炸機正在跑道上滑跑起飛。這是一架僅服役了5100個小時，剛剛度過試用期的嶄新飛機。機組人員是經驗豐富的王牌飛行員，地面維護是美軍最頂尖的团隊。然而，就在飛機剛剛拉起機頭離開地面的一瞬間，飛機突然像是個喝醉了的酒鬼，完全不聽使喚，機頭猛地向上揚起，緊接着失速警報瘋狂作響，在低空和低速的雙重夾擊下，這架龐然大物重重地拍在了跑道旁邊的草地上，瞬間化作一團巨大的火球。2名飛行員雖然彈射逃生，但這架價值24億美元的堪薩斯幽靈就這樣徹底報銷了。這也成為了美國空軍歷史上最昂貴的一次單機事故。事後，美國軍方把那片殘骸翻了個底朝天，是要找出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，是發動機故障還是人為操作失誤。可調查結果出來後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兇手既不是機械故障，也不是人為破壞，而是潮濕的空氣。原來在起飞前，因為關島地區空气潮濕，飛機上的大气数据传感器，也就是那幾根小小的空缩管，內部凝結了一些水汽。如果是普通的飞機，这可能根本不算個事兒，但這可是 B-2，是高度依賴計算機飛控的轟炸機。為了解決這些水汽，地勤人員按照常規操作，開啟了皮托管加熱系統，
試圖烘乾水分。但這看似合理的操作，卻導致了傳感器過熱，進而向飞控電腦傳輸了錯誤的大氣數據。在起飛的那一刻，飛機的真實速度是140節，但電腦收到的數據卻是速度過快。於是，盡職盡責的飞控電腦在沒有飛行員指令的情況下，自作主張地控制飛機來了一個30度的猛烈抬頭，試圖以此來減速。結果就是電腦自以為是的操作，直接把飛機搞成了失速。說完了他的嬌氣，咱們得聊聊他那仿佛來自外星的長相。任何第一次看到 B2 的人都會有一個疑問，這玩意兒真的是地球產物嗎？它沒有垂尾，沒有平尾，甚至連機身和機翼的界限都模糊不清，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黑色回旋镖。這種構型學名叫做飞翼，雖然看着科幻，但這其實並不是什麼新技術，甚至可以說這是二戰時期遺留下来的老古董。早在1940年代，諾斯罗普公司的創始人，那個對飞翼有着近乎偏执狂熱的傑克·諾斯罗普，就搞出了 YB-35 和 YB-49 這兩款飞翼轟炸機。在那个年代，老諾斯罗普就認為，傳統的機身加尾翼結構全是累贅，只有把所有的東西都塞進翅膀裡，才是航空器的終極形態。理論雖然完美，但現實呢卻很骨感。在那個沒有計算機輔助控制的年代，沒有垂尾的飛翼飛機在天上的表現就像是一片在台風中的落葉，極度不穩定。YB-49原型機最終因為失控墜毀。這一摔不僅摔碎了諾斯羅普的夢想，也讓飛翼布局被打入了冷宮長達幾十年。直到幾十年後，當電傳飛控技術和高速計算機成熟了，飛翼布局才再次被提上日程。1980年代，當早已退休、身體孱弱的傑克·諾斯羅普被獲准進入保密室，看到 B2 轟炸機的原型時，這位一輩子都在追求飛翼的老人流下了眼淚。他在紙上顫抖地寫下：現在我知道上帝為什麼要讓我多活這25年了。這不僅僅是一架飛機，這是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技術之競。而 B2 之所以要堅持這種看似激進的飛翼布局，歸根結底是為了2個字：隱身。垂直的尾翼就像是黑夜裡的反光鏡，無論你怎麼塗錫箔材料，它那天生的直角結構都會把雷達波老老實實的反射回去。想要徹底隱身，就必須幹掉尾翼。B2 做到了，它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個直角，所有的邊緣都相互平行，機身表面連一顆鉚釘都找不到，全部採用高壓壓鑄工藝，完美銜接。這還不夠，為了對付紅外探測， B2 並沒有安裝會讓戰機看起來很帥的加力燃燒室，雖然這導致它的最大速度只有 0.95 馬赫，連音速都破不了。但它也因此沒有其他飛機的尾焰，它的進氣道被設計在了機背上方，而且是蜿蜒曲折的 S 型。這種設計不僅讓地面的雷達根本照不到發動機葉片，還讓發動機的噪音都被機翼擋在了上面。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：當 B2 從你頭頂飛過的時候，你可能根本聽不到什麼聲音，直到它飛遠了，才會有隱隱約約的轟鳴聲傳來。對於防空系統來說，這簡直就是噩夢。雷達看不見，紅外找不到，耳朵聽不見，甚至江湖上還流傳着一個關於 B2 的黑科技傳說。據說 B2 上搭載的 AN/APR-50 防禦管理系統不僅僅是個被動的探測器，還具備主動對消的能力。簡單來說，就像是我們現在用的主動降噪耳機一樣。當雷達波照過來的時候，它會發射一個相位相反的電磁波，把雷達波給抵消掉，讓對方的雷達屏幕上永遠是一片雪花。當然，這個說法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國空軍的最高機密，誰也不知道真假。但誰又敢說這絕對不可能呢？聊完了冰冷的機器，我們得把目光轉回到駕駛艙裡那2個有血有肉的人身上。雖說 B2 看起來像是外星飛船，但開飛機的終究是肉體凡胎的碳基生物。你知道開 B2 最痛苦的是什麼嗎？不是躲避導彈，也不是空中加油，而是憋，極致的憋。在阿富汗戰爭期間， B2 轟炸機曾單次飛行 44.3 個小時。這架飛機從美國密蘇里州的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，跨越半個地球飛到阿富汗扔完炸彈，然後因為沒有前線基地可以降落，它必須掉頭再飛回美國本土，整整2天2夜。飛行員就被困在一個只有幾平米的狹窄駕駛艙裡，身邊是無數個閃爍的儀表盤，腳下是萬米高空。這種感覺基本上等於把你關在一個會飛的高科技廁所裡，關了2天禁閉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2個人在天上吃什麼、喝什麼、睡哪兒？還有最尷尬的，怎麼上廁所？先說吃， B2 的駕駛艙裡其實還挺人性化的，配備了一個極其昂貴的微波爐。雖然聽起來很高端，
但飛行員吃的還是超市裡買的冷凍通心粉，或者是加熱後的三明治。有時候為了慶祝任務成功，他們可能會帶點特殊的零食，比如牛肉乾或者巧克力，但也就到此為止了。再說睡，這就很硬核了。B2雖然貴，但設計師顯然沒把舒適度放在第一位。駕駛艙後面只有一個狹窄的地板空間，飛行員們通常會自費去沃爾瑪買一把最便宜的折疊草坪椅。沒錯，就是那種釣魚佬用的折疊椅，把它塞到彈射座椅後面的空隙裡，2名飛行員輪流去折疊椅上打個盹兒。美軍管這叫熱鋪，因為上一個人剛起來，體溫還沒散去，下一個人就得躺下了。至於最隱私的上廁所問題，那是 B2 飛行員永遠的痛。雖然駕駛艙裡有一個不鏽鋼馬桶，但它沒有任何遮擋，就那麼大大咧咧的放在駕駛艙的一角。所以很多 B2 飛行員在執行長途任務前都會服用特制的肠道控制藥物，能不方便就不方便，畢竟在嚴肅的戰爭機器裡，那種场面實在是太破壞氣氛了。忍受了40多個小時的心理和生理折磨，這群飛行員圖的是什麼？圖的就是按下發射按鈕的那一刻。在中東某處沙漠的深處，有一個被加固了無數層的地下核設施，它是埋在地下60米的岩層中，上面覆蓋着幾米厚的鋼筋混凝土，周圍部署着最先进的防空導彈 S-300， 甚至是 S-400， 雷達波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，籠罩着整片空域。對於普通的戰機來說，這裡就是禁區；對於普通的巡航導彈來說，這裡就是撓癢癢。但今晚死神來了，7架 B2 轟炸機在夜色的掩護下，悄無聲息地劃過了邊境線。敵人的雷達屏幕上依然是一片雪花，或者是幾片偶爾飛過的小鳥。彈艙打開，一種長相怪異的黑色圓柱體被投了下去，這就是 B2 的獨門絕技 GBU-57巨型鑽地彈。這玩意兒重達3萬磅，是人類歷史上造出來的最大的常規炸彈。只有 B2 這種载弹量恐怖的怪物才能帶得動它。它不會在接觸地面的一瞬間爆炸，而是憑借着巨大的動能和特殊的合金彈頭，直接砸穿岩層，砸穿混凝土，砸穿鋼板，一直鑽到地下核心的掩體，然後引爆。那一瞬間，沙漠的地面會像波浪一樣隆起，地下的核設施會在瞬間變成一堆瓦礫。這就是為什麼哪怕在導彈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，美國依然要養着 B2， 因為導彈發射了就回不来，容易引发誤判。而 B2 它可以飛到你家門口轉一圈，如果不滿意，它可以把導彈帶回來；如果滿意，它就能送你一份別的快遞員送不到的大禮包。然而，沒有任何一種武器是一直先進的。現在的 B2 機隊只剩下20架了，那架在關島燒成廢鐵的堪薩斯幽靈永遠的缺席了。而且他們老了，那些80年代設計的電子元件，那些娇氣的隱身塗層，在維護人員的眼裡，越來越像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。在諾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廠房裡，下一代幽靈 B21突襲者已經露出了他的獠牙。它更小、更聰明，也更便宜、更好養活。B2這個冷戰巔峰時期的產物，這個用黃金堆出來的暴力美學典範，正在一步步走向歷史的博物館。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，只要那個巨大的黑色的蝙蝠影子還掠過天空，哪怕只是一瞬間，地面的雷達操作員依然會感到脊背發涼。因為它代表的不僅僅是一架飛機，而是一個時代，一個人類為了追求極致的毀滅與隱身而不惜一切代價的瘋狂時代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。這就是24億美元一架的 B2 轟炸機。你覺得花那麼多錢造這麼個玩意兒，是不是真的物超所值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